杨紫在国外普遍优秀，电子花裙小姐姐号称发达，气质比起欧美明星一点也不逊色。随着款式的不断进步，裙子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，无疑可以解决个人对各种款式的需求。此外，在炎炎夏日，想要给人一种热情洋溢的惊艳气质，时髦的印花半身裙无疑是不错的选择。由于印花元素的不断变化，即使裙子的造型是不是很简单，但总能体现出对造型的认可。因此，不少优雅人士在外出时，经常利用印花裙的内收状态来扩大自己的考虑范围。杨紫在国外很优秀。有一次，她在看某个特定节目时，有一种风格的感觉。小辫子的小姐姐身穿生物印花长裙，自称经验丰富，但气质在欧美明星面前却不亚于二流。不同打印组件引入的增强可视化效果也完全不同。对比普通的植物印花，生物印花会更加可爱活泼，可以使人看起来更年轻、更有魅力。杨紫的印花裙上点缀着绵羊印花，虽然总体规划看起来有些拥挤和混乱，但丝毫没有给人以廉价的倾向，一反常态，显得更有活力、活泼，使人显得精气神十足。大多数印花裙的效率更多的是印花方案和品种的搭配，而不是实际衣服的质地，所以只要印花定型，选择一些轻盈凉爽的裙子质地，会更符合与整个夏季舞台的风格，形成鲜明对比。杨紫为这条印花裙选择了质地较轻的雪纺，微微透明的设计同样能增添些许挑逗感，加上贴身的裸露处理，让它显得轻盈又成熟。印花裙可长可短，但各种裙长带来的特殊视觉效果也非常独特。总的来说，印花裙比较妩媚，而长款印花裙比较稳重。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选择。杨紫一般要出席盛大的场合，选择长裙会显得更加精致端庄，给人一种圆润成熟的感觉，扎着高辫子很有气质。02肖战新源要正式官宣，有我在的太阳录制大变样，逛街必中介。肖战的应援包罗越来越广，吃的、穿的、家电的、衣服的，也是公开的、口头上的交流品牌。每次肖战真力挺的宣布，都会有一股抢购的狂潮。粉丝、路人却发现，当天肖战真力宝的数量极其有限，不知不觉就预留了一大笔现金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采购武装部队。幸好很快我们就想再次体验手速的乐趣了。既然肖战的又一重磅支持即将权威申报，细腻又糯糯，香甜可口，为肖战全新包销的权威申报抱紧，为大家献上香喷喷的安全感。每一次大力支持，都是对肖战无处不在和执行力的肯定。作为颜值与演技兼备的艺人，肖战对待每一份工作都是认真的，所以他的作品还在进行中，还没拍完就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和期待。目前肖战有我的太阳的录制正在全速进行中，由于拍摄任务非常紧迫，所以肖战每逢机会都如飞似的四处寻找机会，异常辛苦。有我的太阳有大量的区域拍摄，最讨厌的是那些把流量目的和选择性新闻搞得一团糟的中介，他们缠着工匠，但最讨厌的是他并没有真正工匠的时间表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紧迫，他们真正和理智的疲惫不堪，尽可能的追求追随。尽管肖战已经站出来了，但他相信中介射手能够为他人着想，不会为了获得直接消息而肆意妨碍他人生活。尽管如此，中间射手不是粉丝，也不会理解和同情他的挑战。肖战只要拍外景，就免不了被无脑小弟攻击的烦躁。肖战这会儿的表现同样让这个不靠谱的替补脑壳疼。只见肖战头戴鸭舌帽，头戴面纱，打着伞稳稳地遮住自己。下车后，在同事的陪同下，他飞快地向前跑去。大长腿有先天的好处。中介射手还没有回过神来，肖战一行人突然消失了。快速定位的人也只是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或者后退。看到这一幕，网友们纷纷对中介枪手的行为表示愤慨。中介枪手到底是什么原因跟来的？太可怕了，放过其他人。太疯狂了，没人阻止。这分明是影响肖战的工作啊！作为知名明星，被人围观被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
但拍起来也是有方法的。我只是相信中介射手同样可以不靠别人来评判别人，更能体谅工匠工作中的困难和烦恼，尽量不要因为个人利益而增加工匠的拍摄工作。根本困难。肖战的新人选即将权威宣告，有我在的太阳经过一段时间的录制也即将杀青，有肖战一席之地的诗句山水永远不会缺。03到风口浪尖收获惊人的30亿流量。精灵姐姐刘亦菲、李现出演补的秀去风口，流量惊人30.61亿。尽管它已经在几天前完成，但它实际上有很多意义。其中，刘亦菲和吴倩在最初不多的几集里真挚的闺蜜情，更是让观众热泪盈眶。吴倩虽然戏份不多，但她和刘亦菲的争执也算是该剧的一大看点。她将担当这个角色，仍然是主要艺人李现大力开给那些因投射而感到悲伤的酋长。与一般的路上表演不同，到微风的地方的故事遵循缓慢的节奏修补风格，云南仙境般的景象与散漫而引人入胜的连环画故事交相辉映，每个图像和故事都精彩而令人愉快。他正在接触并惊人地成为今年主要的大片土地秀。到风口浪尖是刘亦菲出道以来印象最深的一部现代剧，她在传书之前已经加载了点。尽管一开始就被人嫌弃胖胖的身材不是仙女，但她的容貌却一如既往。北电校花北电是北京电影基金会的站在镜头前，虽然有些老旧，但依旧可爱。转播之后，刘亦菲更是用她的团结征服了所有人。剧中，她并没有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，但她那体贴、敏感、充满生活情怀的正常执行力，却让观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她就是她饰演的徐红豆。此外，饰演刘亦菲最亲密伙伴的吴倩也是剧中的一大看点，同样是风起云涌推进的重要关键。吴倩虽然只是一个出场，但她13分钟的演技已经让观众泪流满面。据称，当首长在寻找刘亦菲的另一半时，非常不高兴，理由是这个人一开始就病死了，一系列的故事就此开始。他也有演技，演反他不仅不能完全输给他，同样演技也要好，尤其是年龄反差不要太大。首领找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后起之秀。他很担心，万一这个人扛不住刘亦菲的戏，这部戏就该拆了。后来，艺人李现知道首长的不便，便推荐了自己的同伴吴倩，主要是因为吴倩最近经常演情侣，这种工作她很牛逼，她确实满足了她的求婚。同伴李贤，简单的强迫人群哭泣并深入表演。剧中的死亡台词由吴倩现场演绎，这在第一部内容中是没有的，尤其是最后留给刘亦菲的声音，将性格陈南星的犹豫传达给了同伴徐红豆。刘亦菲是坐等放松，炫耀无极限。播出的时候，刘亦菲戏里哭了，戏外观众哭死了。转播后，成为微博上的感人话题，成为审查最多的女配角。31岁的吴倩，五官精致而灵动。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她被认为是一个学校小姐。她曾出演宫斗剧《如懿传》，而最亮眼的作品是2015年的《盛小魔缘》，由她饰演高中时代的唐嫣。甜美靓丽的外表让她一下子就走红了，她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。她同样是当时最受关注的支持性工作之一。